撒哇，嘿嘿，我是甜妹。首先祝大家 Bonne année， 新年快乐！新的一年，喜乐平和，日进斗金。今天呢，想和大家聊一聊法式穿搭。如果咱聊到法式，你可能会想到艳美、性感、优雅、又浪又亮、古怪多变。但如果我说是这个样、这样，这些可是当年最早开始的法式穿搭爆款。当大家都在聊法式穿搭这个魔法的时候，我呢默默的就想到今天咱们要聊的法式穿搭第一人，网红带货王路易14。当别人在聊到路易14的时候，我们能想到什么呢？悲惨童年，有个很会给他安排的妈，有点好战，华丽，有很多房间，很多窗的凡尔赛宫，大贪官干爹，芭蕾舞小王子，时尚 icon， 奢靡的生活，身边有很多漂亮的妹子，我每天都现场直播，穿衣、吃饭、上厕所，还有那块孕了300多年还没有孕到，还在孕的大力士。如果你对这个人不了解，光听刚才那些评价，是不是有一种的感觉？但人家路14是要通过这些衣食住行等角度去践行奢靡是为了世界和平、国家的团结，以此来打造他的太阳王帝国。那他都做了啥？首先住，搬家，直接搬到凡尔赛。简单说一下，凡尔赛宫在他爹执政的时候，就多多少少一直在装修，因为实际上这个路易13啊，他有这个广场恐惧症，就好打猎这口。同时呢，也需要这么一个可以让他放松的心灵港湾。所以说白了，凡尔赛呢，实际上就是他爹当时经常会去的一个打猎行宫，有那么点康熙皇帝当时经常去的避暑山庄的那种感觉。对于路易14呢，实际上凡尔赛宫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个避难所。他小时候逃难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在凡尔赛宫度过的。回到正题啊，刚从卢浮宫搬到凡尔赛宫的时候，咱这儿尊称他路14哥。对比咱这个路易14哥，他的这个理想标准来说，凡尔赛的那个装修程度，其实也就顶多算个简装，但实际上已经是金碧辉煌了。未完成品的这种状态，其中的这个巴洛克风格还引领了当时的这个欧洲潮流呢，那就更别说里面的那些装饰啊、什么艺术品啊、这种摆设啊什么的。其实吧，能达到这种状态，主要第一点呢，就是这个钱它到位。他当时啊，首先就是先抄几个贪官的家，再加上有咱们这个经济奇才库库来帮他。这个库库啊，他开始啊，实际上就是这个财政大臣，不对，准确来说是这个财政部长，类似户部尚书一类的。然后他是升职去了内阁，就直接给路易14做秘书。总之呢，最后他其实是一个身兼数职，什么都能干，什么都能管的一个奇才。你看吧，有这些人啊，这些事儿啊，这些钱，这些帮助，那国库你想那不得充足？所以其实很大程度上，在装修这件事儿上，给艺术家啊、工匠啊、设计师啊足够的空间去发挥、去创作，简直 carte blanche， 怎么厉害怎么整。当然，凡尔赛宫建了，不是给路易14一个人在家里这么成天寻思着这样藏着乐的，要欣赏，那要找一群人一块来欣赏嘛。而且要让大家一起来快乐快乐，以为只是简单把大家都叫过来一块快乐快乐吗？大家来了，那就都别想走了。咱凡尔赛管吃管住管娱乐，你想这种好事谁不想沾啊？就这样，什么各种王爷啊、神职人员啊、朝廷大臣啊、地主乡绅啊，还有他们那些什么家眷啊、七大姑八大婶的，反正全都拉到凡尔赛宫去了。然后全盛时期啊，凡尔赛宫啊，差不多得36000多个人，什么概念啊？一个正规足球场站满了人，想想这么些人都塞到一个家里，那得是什么氛围啊？搬家之后呢，那当然就是娱乐部分了，那就是要举办各种暖炕 party。也其实是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宫廷时尚它就是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就为了打造这个宫廷时尚啊，还有这些服装爆款，咱路14哥啊就规定了一堆仪容仪表的这些标准。而且这个指标领头羊呢，就是他的弟弟，奥尔良公爵菲利普。这里啊，咱称他阿飞。
有一天啊，这个凡尔赛在搞活动，然后呢，这个阿飞来了以后呢，大家都惊了。他当时其实就是穿的怎么形容，就是满身的这个蕾丝啊、蝴蝶结啊、绸缎啊、各种飘啊，这个7分灯笼裤裙儿，还穿了那个质量特别好的丝袜。不光他这一身行头啊，然后还戴着假发套，还穿了高跟鞋。咱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，当时的服装主流啊，是一种叫无波子上衣，宽肩、收腰、排扣等这种类型的特点。还有连身短裤上肥下紧，有点类似这种萝卜裤。雅克密斯是17年春季发布就有那么点儿不碰的感觉，所以啊，对比这2种风格，可想而知，当大家看到阿飞那么一身行头的时候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？阿飞他其实平时穿衣服啊，也比较有这种个人性格特点。当大家啊看到咱陆14哥也这么穿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哇哦！因为他其实本身啊大概1.6米左右，穿了高跟鞋，还戴了那个很高的那个发套以后啊，直接目测硬拔。这也是最初打摩斯的这个魔法由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这个高跟鞋特别有特色，那种方头，然后红跟儿，还带那个小蝴蝶结的那种。大家这么一看，哇，显得他特别精神，这种高大威武。慢慢的，他这一身风格就成了大家争先恐后的这个效仿标准。他这身普及以后，就演化成一种叫 Risto Girl 的服装，类似那种及膝可以扎腰带的那种百褶裙儿、呢子外套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都留这种飘逸的长发啊，戴那种大帽子，和匈牙利骑士风的蝴蝶领结。话说《哈利波特》里的这个雷恩当年参加舞会的时候，他妈给了他那套衣裳啊，是这种风格的后期发展版。我当时刚查这个 Risto Girl 的这个服装的时候，我查到的是这个，我当时就心想，哇，实系这么前卫吗？咱这聊了很多这个男装爆款，那女装呢，基本上是这个7分袖、露肩、露锁骨、钢筋倒三角束腰裙儿，这个袖口也是那种几层的蕾丝，其实和男服差不多，到处都是什么蕾丝啊、丝带啊、绸缎什么的。重点是它这个裙子实际上有好几层，最外面这一层啊叫这个正经端庄，然后它里面这一层叫小调皮，剩下那几层就叫小秘密，而且你可以拥有很多小秘密。之后呢，就它后面这个拖地的裙摆，这个尺寸和这个长度，实际上它都是明文规定好的。总之就是你这个身份它越尊贵，你这个裙摆呢它就越长。这个身上的装饰呢也是就怎么沉怎么来。其次呢就是这个发型，这个发型这个走势呢也是就是越来越高。我当开始查资料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这个发型有那么点似曾相识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当然以为大家这个行头到位了，那就要开始走秀了吗？咱陆14哥的这个时尚版中央集权的目的就达到了吗？下期就跟大家聊一聊咱14哥是怎么样开启他的宫廷直播间，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宫廷式调情小暗号，又是干文献的一个系列，大家不要忘记下列哦，给我些动力，再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。谢谢大家观看，不要忘记下期见哦，ciao ciao。